如果各位要搬新家，大家最先想到的注意事项是什么？我想首当其冲的应该就是甲醛问题吧。毕竟这东西无色无味，但对人体的危害极大。一旦室内甲醛超标，那新家就会变成一间毒气室，长期接触不只会头晕头痛，严重点的直接患上了癌症。不过除了甲醛之外，各位知道吗？其实还有一个隐形杀手，很容易被大家忽视掉，那就是辐射。可能有人会说，这会不会有点杞人忧天了？这么小概率的事情，谁会碰到呢？那你们是没有听说过这起发生在乌克兰公寓大楼的离奇死亡事件。住在这里的居民们接二连三的去世，却查不出其中有何缘由，只能怀疑这栋公寓是被诅咒了。可实际上，真相让所有的人都毛骨悚然。原来，在这座公寓的墙壁里面，有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东西。在上世纪70年代，强盛时期下的苏联正处于黄金时代，军事力量也赶超美国，是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。与此同时，1980年的奥运会也即将在莫斯科举办，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，可以向其他国家展示共产主义国家的繁荣昌盛。而这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，就是让每个苏联人都能够住上舒适的现代化住房，以此证明人民的幸福指数。为此，当务之急便是在短时间内建造大量的公寓大楼。这样一来，压力便给到了建筑行业，由此导致了各大采石场都忙得飞起。殊不知，在忙乱当中，最容易出现一些意外。就比如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卡兰斯基采石场，也陷入了时间紧、任务重的困境。而就在这时，一个工人不小心弄丢了一个装有放射性物质铯137的胶囊。一开始他们也很慌，毕竟该胶囊含有高放射性，只要发生短暂接触，就会导致严重的辐射烧伤，所以随意丢弃可不是什么小事。但是整个采石场的员工花了1个多星期都没有找到该胶囊，而工作任务又迫在眉睫，所以管理人员发话，胶囊的事情暂时放一放，先把手头的工作完成要紧。结果这事情就被选择性的遗忘了，而实际上这颗遗失的铯胶囊已经掉进了一堆砾石当中。1980年，位于乌克兰克拉马托尔斯克市的一栋7号公寓终于全部落户。这里的房子不仅有24小时热水，还有新式电梯，方方面面都比其他公寓要更加的豪华。居民们完全沉浸在住在高档公寓的兴奋之中。可仅仅享受了1年，怪事就发生了。那是在1981年的某一天，住在85号房间内的一名18岁女孩突然患上了白血病，几个月之后就不治身亡。如此年轻的生命就这样陨落，居民们也觉得非常的痛心。然而又1年后，这名女孩的弟弟也因白血病而去世，紧接着便是他们的母亲，一家3口就这样离奇死亡。由于实在找不到什么其他原因，医生便推测说这可能是遗传导致的。不过这家人的朋友们纷纷表示怀疑，因为在这之前他们的身体都非常的健康，从未有过什么疾病的困扰。可如今接二连三的患上这种不治之症，朋友们都怀疑他们所住的房子可能有问题。当然这里面的问题指的就是某些迷信说法，就比如房子很有可能就被诅咒了。可这整栋公寓大楼都是新房，他们又是第一批住户，为何偏偏选中这家人呢？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居民们也逐渐淡忘了这个离奇死亡的家庭，新的住户也搬进了85号房间，生活也重归平静。可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，在1987年，这个新家庭中年仅10几岁的大儿子竟也突发白血病去世。在举办葬礼的过程中，小儿子也被送往医院急救，又是因为白血病。而更加诡异的是，他们隔壁的邻居也突发恶疾，在医院里面抢救。很快整个7号公寓都炸开了锅。看来85号房果然是被诅咒了，因为悲剧似乎正在扩散开来。显然男孩的父母无法接受这一事实，他们失去了大儿子，小儿子的病情也十分危急。很快父亲冷静下来，这肯定不是什么诅咒，而是房子的问题，必须要进行详细调查。看到这里，大家应该也都猜到了，这些人的悲惨遭遇都是拜当年的那颗遗失的铯胶囊所赐。那么他到底是如何害人的呢？其实在采石场工人弄丢铯胶囊后没过多久，砾石堆就作为建筑材料建设成为了这栋7号公寓楼。在此过程当中，铯胶囊就被混入水泥里面，砌在了85号房和52号房间之间的墙壁里。9年来，共有2个家庭先后入住85号房间，而距离铯胶囊最近的房间，他们都把它当做了儿童房使用。这也解释了为何这2个家庭都是孩子最先患病。直到1989年，在那位父亲的据理力争下，专家们才带着辐射水平仪来到孩子们生前居住的房间里面。可谁曾料到，辐射水平仪一打开就直接爆表，需要更高上限的测量装置才能准确计算出该房间的辐射水平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一点足以证明房间内存在致命剂量的伽马射线。
直到现在，专家们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。很快，他们立刻拆除了该房间，并将一大块水泥墙壁运往核研究所。果然，研究人员在被污染的墙壁当中找到了一个8毫米乘以4毫米的胶囊，内含放射性同位素铯137。根据胶囊上的序列号，调查人员追踪到了它原来的位置，以此确定了就是当年采石场丢失的那颗铯胶囊。据统计，在铯胶囊被发现之前，整栋公寓楼里面已经先后有4个人身患白血病去世，另外还有17人受到了不同剂量的辐射。不仅如此，这栋楼每年还会向周边的地区释放辐射。住在同一栋楼的居民们，他们每天都过得很惶恐，担心电梯、楼梯都已经被污染，甚至窗户、窗帘、下水道等地方也都充满了辐射。无论谁出面，都无法消除居民们对辐射的恐惧。他们愤怒地表示要讨回公道。后来受影响的17人，再加上4名遇难者，获得了一定的医疗福利。但到了1993年，这事就没了下文，就连遇难者的名字也从互联网上销声匿迹，只留下了这栋被辐射的7号公寓楼。那么铯137究竟有多么可怕？它是铯的一种放射性核素，主要来源于原子弹、氢弹等核武器在制造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放射性废液。它无色无味，可以进入土壤、水或者各种物体中，对人体和环境会造成持续性的辐射。之所以人们会谈核色变，是因为铯137的放射性很强，半衰期长达30年之久，在自然环境之下，可能100年都不会消失。通常来说，如果有人近距离接触铯137，那么在短时间内，它可能会出现头晕、恶心、呕吐等症状。如果被辐射的剂量很高，并且长时间暴露其中，那么它的辐射足以穿透细胞，人体内的红细胞、白细胞也在短时间内会迅速下降，进而造成恶性肿瘤、免疫系统疾病等不治之症。而至于它的积极作用，只要合理运用，还是能够造福医学和工业的，就比如放射性同位素治疗、X 射线源、制成辐照等设备。其实我之前也讲过好几个铯137辐射的经典案例，虽说这东西在以前人们普遍认知不高的情况下很容易忽视，从而酿成大祸，但在近几年来，铯137还是活跃在日常生活中。就在今年的1月10日，澳大利亚就丢失了一枚铯137胶囊。据了解，这枚小胶囊直径6毫米，高8毫米，就像是一枚纽扣电池。而关键的是，尚不清楚丢失的时间具体是哪一天，丢失位置是在哪一处，只知道这是一家矿业巨头聘请的承包商，在一条穿越西澳大利亚沙漠的1400公里的公路当中丢失的。而另外一起，在今年的3月10日，泰国东部的第5发电厂进行了例行检查，意外发现了一台机器上装有铯137的长圆柱体钢管不见了。实际上，早在上个月23日，这东西就已经消失，但没人敢上报。本想着能够蒙混过关，结果遇到了例行检查，纸包不住火了。情急之下，该厂立刻悬赏10万泰铢，向工人们征集线索。一种说法是有工人把它偷走，然后卖掉了，但警方查遍了工厂的监控，由于这东西处于视野的死角区域，没有查出什么名堂。如果就这样，所以丢弃在外面，遇到不知情的群众，后果简直不堪设想。此新闻一出，便把附近的居民吓坏了。泰国原子能促进和平办公室也立刻发动相关专家和调查人员，共同寻找铯137的下落。这一次，他们还动用了大量无人机，把搜索范围逐步缩小，最后重点搜查各大钢铁回收站、垃圾站等地方。果然，功夫不负有心人。眼下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。好消息是，调查人员在距离第5发电厂10公里外的一座炼钢厂找到了失踪的铯137钢管，并立刻关停了该炼钢厂，扫描附近的辐射水平。而坏消息是，含有铯137的钢管早就被工人扔进了高温熔炉，和其他废金属一同融化成了24吨的金属渣。此事一出，政府立刻给炼钢厂的员工以及附近居民进行了辐射检测。对于他们来说，这简直是飞来横祸。经检测，金属渣只含有微量铯137。有人觉得庆幸，有人却很担心，这是不是意味着铯137已经泄露掉一部分了？对人类和环境的威胁还将持续几十年呢？不过，据知情人士透露，含有铯137的那批废金属是在密封的炉子里面被融化的。理论上来说，它没有进一步造成环境污染，所以只需要对那些含有辐射的金属进行特殊处理就可以了。当然，这种所谓的知情人士发言究竟是真实状况还是受人委托，用来安抚民众的，这就要打个问号了。所以说，在这些大大小小的事件当中，我们也不难发现，丢失铯137后，即便再怎么迅速应对，人类还是非常无力的，因为在丢失的那一刻开始，污染就已经发生。它无色无味，
这让毫不知情的民众又该如何提高警惕呢？所以，有关放射性材料的监管问题才是重中之重。而对于乌克兰7号公寓里面的居民以及泰国涉事工厂里面的员工来说，从真相大白的那一刻开始，未来何尝不是在提心吊胆当中度过？而人类在这些辐射污染面前真的是太渺小了。但无论如何，就算历史上有再多的惨痛教训摆在面前，似乎也没有吃一堑长一智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不用忘了点赞、收藏和转发。我是镇长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